可是丸子也是蛮可爱的。现在就回顾那照片，你就觉得我的妈呀，怎么长那样啊？就是真的很短啊，怎么没有人愿意跟我讲？都没有人跟你讲吗？对啊，没有人跟我说是我啊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智仁，这是一个美发频道，如果还没订阅可以订阅一下，如果还没追踪 IG 的话，可以追踪我的 IG。然后这是我今天要改造的人类。要说它是贡丸脸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是要从贡丸脸把它变成一个瓜子脸。那我现在想要把它剪短，而且还是我在 IG 征求到，他跟我说他的刘海就是看我的影片学的，所以我说他整个发型剪最好就是刘海。然后他是他同学帮他报名的，我给他看，他同学传了一个很丑的照片，给大家看这张。反正他同学就说他的头发好像很需要剪，他说他头顶太秃了，然后脸有点圆圆的。我们今天会把他头发剪短，剪到一个脸变很小的短头发，然后再染一个头发。而且他跟我说，他原本都是给一个巷口阿姨剪头发，因为阿姨干嘛？阿姨开刀，所以就没办法剪。因为阿姨开刀，所以刘海只能看我的影片学一下。可是剪完有没有觉得以后也不需要阿姨了？有，就自己剪的比阿姨，因为巷口阿姨的比较参差不齐吧，不会是这样啊。你说阿姨的就会很多，对啊，就是这样拉起来就剪了。你说你自己还有那种一区一区的，对啊，自己就会看一下长短差别。而且他说他平常都是这样这样。他说他今天是要来拍影片，所以特别把头发吹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洗完头发，那我们今天主要的关键应该就是第一，头顶不要这么扁，然后第二就是可以修饰一下，它的颧骨算是有一点点大，所以你才会觉得脸比较圆，我是这样想。然后还有一点点的双下巴，解决双下巴的头发，大概就这样吧。没有啦，我希望我今年可以多拍一点这种剪头发的影片，因为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好看的，这是好看的，对不对？我会特别点进去看。那你要看自己影片看10次哦，直接加了我最爱吧。在剪短头发的时候，我通常都会先定长度为优先，然后再来剪细节。我还蛮建议大家，如果你要剪短的话，你可以稍微染一下头发，尤其是如果你是觉得头顶比较扁的人，头皮是一个比较浅的颜色嘛。头皮就是这种浅黄色或白色，所以如果你是黑发又头发比较塌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头皮这个地方很明显。但如果你有染头发的话，头发看起来会比较蓬松以外，头皮也会变得没那么明显。所以有些时候你染完头发，反而会觉得这里看起来比较不会那么扁。虽然你也可以烫蓬，但是我会觉得染头发效果可能会更好。还有，我觉得短头发跟你的打扮也很有关系。打扮跟发型这件事情，还是要尽量混合一点比较好。今天我不会把他头发真的剪太短，那我自己觉得2021年流行的短头发是一个比较有一点长度的短发，可能不是像之前一样都是这么短的头发。你可以发现很多明星最近的短头发，你看他剪短了，但是都不是那种耳垂以下，都是比较超过下巴的短头发。有些时候，如果你的脖子比较长的人，或脖子比较短，那你们剪一模一样的长度，看起来感觉还是会差蛮多的。如果你的脖子比较短，你剪的长度是一样的，那脖子比较短的人看起来就会稍微长一点点。但是有些人脖子很长，肩膀很宽，就算你没有剪很短，看起来也会很短，因为你离肩膀的距离就很远，所以这也是一种参考。可是丸子也是蛮可爱的。可那时候是真的有点短，只有单纯的短。现在就回顾那照片，你就觉得我的妈呀，怎么长那样啊？就是真的很短啊，怎么没有人愿意跟我讲？都没有人跟你讲吗？对啊，没有人跟我说是我啊。而且他这次为了剪头发，也是他同学帮他报名的。他说你比较需要剪。对，他说他觉得我比较有这个。他说因为我头发很没造型啊。然后他就传了一张他真的很丑的照片，我就觉得天哪，真的太需要剪头发了。大家记得，如果在 IG 报名的时候，尽量不要选自己太完美的照片。如果太完美照片，我就会觉得，你好像已经很好了，不需要再来改造。长绑头发的人的确会感觉这里比较扁，但最主要的时候还是因为你长头发重量整个往下拉了。而你看他头发虽然很多，但他这里还是会有一种凸凸高高的感觉。这个地方我们等一下也要稍微调整一下。你男朋友阻止你剪短吗？他不太喜欢短发，可是真假的啊？对。但他有喜欢你平常绑马尾那样吗？没。他看我今天出门，他还跟我说：“你平常就不是长这样啊。”很过分呢。我们两个知道的时候是在他上班之前，然后他上班吗？你同学上班？对，他上班之前，他同学就坐在隔壁等他改变中。他原本今天要上班，他特别请假要看我改变，想知道你的极限到哪里，对不对？对，大家等下就会看到他的极限到哪里。还有一点就是他也想看你本人。真的哦？对，我们俩蛮想看你本人。应该长一样吧？一样。本人比较好看吗？对。你看。他打了5通电话给我，我以为是发生什么事，就他打来说怎么办，回我了，怎么办？你说我对，他就说他就问我怎么办，然后我就回他怎么办，我怎么知道怎么办？然后2个人就一直很慌张，因为我们2个没有想到
会真的选上。对，我们两个只是抱持着一个应该我就觉得那么多人怎么可能真的选上？我就传了一张就是我近期的照片，我说你要不要改传这张？他就还和我说。不用吧，我说也是啊，说不定不会选中，还在那边白担心。他说对啊，好好笑。然后结果没多久我就说靠，对，就是你。对，然后我们两个就是整个吓傻，然后我们还在讨论就是你打字的内容，我们还在说违建谈，那是要多健谈，是这样子哦，因为我之前真的有遇过，有一次要拍影片，然后就是我就是开始在真人嘛，然后就有一个人报名之后，他就说我不太健谈，然后我想说好，那不讲话也没关系。然后他就说我有一点害怕看镜头。我想怎么办？那我能选你吗？前提就是你要能看镜头，或者是我讲话你能回我。我的健谈就是你能回我就好。因为有一些人会这样，你要简短吗？就这样，都可以。我觉得一般人都是这个地方发量最多，然后这个地方就叫整骨点。那这里的话，通常不要打太薄，也不要留太厚。在2020年的上半年比较流行比较那种水平厚一点的头发，但你会发现，就是2020下半年到2021这一段时间，他的头发也越来越薄了。现在比较流行稍微轻盈感一点点。我想它是一个有律动感的短头发，看起来的话，这样子脸型会变得比较修长一点点。等一下颜色会帮它调比较有一点亮度的暖色，那种粉雾感的暖棕色，就是不要让它好像就是一头黑头发。2021年如果你要染头发的话，首要选择尽量都往暖色系选，可能带一点点红或带一点点橘或带一点点奶咖都是还不错的。那当然现在也很流行那种挑染的线条，但挑染还是需要漂头发。如果你是不想漂头发的话，就可以往一些浅色的暖色调染。其实这个短头发之后也可以稍微绑一下，就是你知道可以这样。这样就比较不会那种很用力的马尾感。其实没有染过头发，没有染过也没有烫过，甚至觉得这辈子不会去染。真的假的啦？我们还讨论过啊。为什么会觉得这辈子不会去染头发？应该说我肤色不白，就我怕我染了之后很显黑。如果你想要让你的皮肤变白，你要想象你要染一个比你的皮肤暗一点点，或比你的皮肤亮一点点。那我自己是觉得，如果你染的发色比你的皮肤再亮一点点，那接下来你的脸如果想变白，有一个地方很重要，就是你的唇色。你的唇色就可以往带橘一点点的走，让跟你的头发是呼应的之后，你的脸色就会看起来变得比较白一点点。因为染头发是影响你的脸的外围，但是五官是在里面。如果你的唇色跟发色是对应的，就是由里而外，就可以整个拉白一点。我有看过你的影片嘛，对，然后你有说就是，如果你是真的想要给别人设计的话，就是进去你就说你就是不要给意见，就是说我就是要给你设计。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想吗？是因为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被设计发型。我坦白讲，大家都想要说，你帮我设计，我适合怎样？其实很多人都会坐下来就跟我说，你觉得我适合怎样？然后我心里想说，我哪知道？但除非是你没有底线，因为有一些人会说，不要太短又不要对，就是说你帮我设计，然后我不要太短，我还要绑，我要干嘛？那当你有范围都出来的时候，就代表你不是给他完全的设计权，就局限别人的想法。那我就会觉得说，那你就代表你有你的想法，那这个设计就要融合你的想法。对，我有跟我同学讲，我有跟他讲过，说我想要就是直接去，然后就说我真的不介意多短。你说你的真的想要这种豁出去？对，就是这种感觉。那我今天达到了，整个达到。天哪，2021年的新希望，好棒哦！你知道这个关键在于，他进来的时候他是付钱的，那我不知道我剪完的东西是不是他喜欢的，所以我需要征询他的同意。如果他今天是我不是为了赚钱，你不是为了付钱，那大家就会变成一个好玩的。可是如果他是付钱，我心里面就觉得他就是客人，你知道，你就是客人，那我怎么可以给你乱剪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已经染完头发了，那现在就是大概吹干的样子。现在要剪刘海给大家看，我们现在要剪一个刘海可以往旁边接，让这里可以往后拨，这样子脸型露出来的比例会比较好，比较不会觉得整个平面的样子。如果你自己想剪刘海的话，你也可以这样一片抓着，然后用这个尖尖的地方，这样剪出来的刘海比较不会太厚。那如果你是平平的剪，有时候头发会有刀痕。但我蛮建议大家剪刘海的时候要参考一下你会怎么造型。如果你是会把它吹蓬一点点的话，我就觉得你不要剪太短，因为这个的话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等一下造型的样子。那这个地方的话，我就会让它用一个8字的线条连过来，我会跟这个地方头顶的地方连接。因为这个地方一连接拨的时候，你就不会觉得刘海跟头发分开。很多时候发型会好看，就是因为你的刘海跟你的发型是有合在一起的。像这样子，
侧面看就是一个合在一起的效果。但很多时候有些发型师只是把刘海剪刘海，头发剪头发，这样子头发跟刘海就很像两回事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让头发跟刘海是合在一起。然后建议大家剪刘海就是一点一滴的剪，不要太贪心，一口气剪太多。刘海只要1公分就足以让你后悔了。然后像旁边这里，就你不要太贪心，你可以 A 区、B 区、C 区，把它分3等份。那旁边的话，你就把往旁边夹，就让它有一点这样，然后顺过来这种感觉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这个就是剪完的样子。不过我刚才剪之前好像说，其实不用太短，那我修一修，好像又变得再短一点点。不过因为它有自然卷，所以我希望它回去就是整理完吹干的时候，就是大概这个样子。所以通常自然卷会预设完大概的长度之后，再进行它自然卷纹理的修剪。因为它吹干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点弯上来，所以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我希望它这里的线条就是可以这样波动的，然后让头发变得比较轻盈感一点点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侧面的线条，我们就是做这种比较松松的线。那这个地方就是大家刚刚看到，就是比较流动感一点点，让刘海跟这里接在一起。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偷偷的把它双下巴遮住。刚刚有几个画面我是用手机补的，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相机现在看起来好像发色比较暗一点点，但是其实本人看起来是没什么状况的，还颜色蛮漂亮的，美吗？他很知道怎么样配合，然后现在想要做的就是一个头发跟脸合在一起的东西，因为不要让头发跟脸好像是分开的，所以你看现在这里，尤其是这里就可以这样塞耳后的时候，就会有一点这种感觉，变气质型的那种玩法，比上一次剪短的经验好吧？好多了。他有给我看他之前剪短的样子，然后我再把照片 key 在这里给大家看。上次那个是一个你知道很可爱的御饭团感。好，那如果你是想要遮脸的人，其实你也可以把头发这样，然后稍微把这里往前拉一点点，就是有点线条在脸部，我就会觉得效果非常的好。那想要有弯度的人，就是稍微用离子夹夹弯一点点。其实额头比较低的人啊，他算是额头比较低的，我觉得如果额头比较低的人想要用这种弯的刘海，我还蛮不建议用发卷，因为发卷会让你的发根这里变得很蓬。偏偏又没有那么长，可以弯起来。如果是离子夹的话，就可以把尾巴这个地方加一点弯度。额头低的人应该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吧？因为你们用发卷的时候，会很容易从这里蓬，就变好像头发变太短。但是其实你们不会想要这里变太蓬，应该是尾巴有点弯就可以了。希望你们喜欢。喜欢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是不是很值得鼓励大家？如果我有开放改造的时候，可以报名，赶快留言。然后告诉大家要放哪一种照片，就是我们一开始有给大家看那个照片，就是自己最丑的照片。放自己最丑的照片，我就会觉得你很欠改造。好，希望你2021年有一个全新发型的开始。已经有了。已经有了吧？现在是有一种真的有新的开始的感觉。有啊，就变得不太一样啊。现在你可以这样子啊，你就是塞耳后就也一样可以出。就是这样就可以出。可是这样动作比较有气质吧？你看你下次吃面就会变这样，就会变这样。好了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发型。那如果你是脸有点圆圆的女生，你也不用害怕剪短，我觉得只要长度是在你脸型适合的位置，比例就还是可以非常漂亮的。给大家再看一下这个漂亮的比例，而且五官真的会变得比较立体啦，所以大家不要害怕剪短，就是可以尝试看看新的一年。OK，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喽，我是你的发型师志远，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